好看吗？如果不是知道他说的是档案，那我一定会补上一句好看。没错，好看一定就是好的指挥官，他就是隔网世界的真主角安托利亚，以一己之力试图挽救大厦之将倾。为什么小峰称呼他为真主角？众所周知，幻塔如今已经有了4个版本，每一个版本虽然出场人数众多，但总有一个角色比较特殊，可以挑起整个版本的大梁。这都得益于幻塔的叙事特点，人物都是为剧情服务。亚夏版本中是莎莉，由莎莉异化开始到奈美西斯改造结束；维拉版本中是凛夜，从京都大小姐开始到海底决战结束；九羽版本中是南音，从袭击黎州遗迹开始到封印朝母结束。相比之下，4.0的真主角出现的就晚了些，隔网剧情已到终局，他才姗姗来迟。实际上，早在游戏的文案中就已经对他埋下了伏笔。很早之前，小峰也已经扒出来了他的信息。不过，这都不是最早的伏笔。视频播放到这儿，细心的玩家已经注意到视频的背景音乐了吧？是来自于4.0版本曲子《In the Light》。它是由幻塔人气角色芬利尔演唱的，但它的歌词也另有玄机。歌词的大部分是英语，这是用来迷惑玩家的。不过这可难不倒小峰。下面是歌词的翻译版，先看这一句：我是谁的造物？我看到了未来。在4.0版本中，隔网世界就是格索托斯演算出来的世界，刚好对应了这一句歌词。再来看下一句，这个世界只剩下0和1，符合网络世界2进制的特点。这样我们就分析出了歌曲中的一个角色，他来自隔网世界，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后面的歌词都是对赋予的赞美。直到这句歌词，你要么与之抗争，要么回到你的金笼子里。我的目标永远清晰，总是为未来做计划。是谁一直为未来做计划呢？从联邦政府秘书长基拉的口中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在第一次时空回溯的时候，也就是第一次门的开启，安托利亚接过了基拉亲手设计的徽章，并留下了一段话：如果有人带着徽章前来，就让基拉全力相助。在往期的分析中，小峰也曾说过，这更像是预言。实际上，安托利亚确实是这么做的。在底层世界中，我们与安托利亚见面，我可不觉得我在浪费时间。能让你这样用心保护的人，没准正是我要找的人呢。没错，他不仅是留下了预言，而且也一直在寻找着一个人。主角刚好是符合的人选，如歌词表述的一样，他一直在为未来做着计划。在知道歌曲的主角是安托利亚后，下一句歌词就不意外了。当敌人来袭时，让我们把他砍翻。是不是也很熟悉呢？在隔网世界中，表层世界虽然一片祥和，但底层世界却深受裂空体的荼毒。在黄沙哨战中，我们还能看到安托利亚写的誓词：为祖国、为人民而战。这首歌曲将这一切都表述了出来。倘若这首曲子是为隔网而作，那么另一个角色又是谁呢？从故事性来看，大家肯定希望是主角电磁刃拯救世界才会足够的龙傲天。但从逻辑上来说，还有着另一种可能，他就是格索托斯，也就是真正的隔网造物主。在新版的剧情中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困扰着大家：安托利亚的幕后之人是谁？他能精准的预言主角的到来，能留下让反派动容的东西，能知晓现实中的一切，这些都该是隔网外的人该有的特点。但他在主角的对话中反复强调自己是隔网中的人。我真的是联合防卫军第2集团军司令，时空异变灾难应对部队总指挥安托利亚。裂空也说可以相信他。想救莎莉的话，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现在就连歌词也在暗示他的隔网身份，那他是外面人的可能性基本就被排除了，只剩下了有人在帮助他。目前已知的可能有2个：初代授权者卢修斯或者反派集团，两者都可能存在现实世界的来客，但两者的动机都不足。卢修斯如果站在正派这一边，为何要连帕洛蒂也要瞒着？小可怜已经2个版本叨叨自己的睡美人导师了，如果是反派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在反派会议中还提到战士在寻找安托利亚留下的东西，如此看来帮助安托利亚只剩下一种可能，正处于宕机状态的格索托斯。进入隔网版本后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格索托斯去哪儿了？这里指的是他的意识，整个隔网版本都跟他息息相关，但他却像是个隐身人。难道格索托斯真的只是为隔网提供了一个运行平台吗？如果仅仅是这样，有一个人的存在就不对劲了，她就是虚空少女裂空。在进入隔网版本后，我们要对她建立一个新的认知：裂空是裂空，莎莉是莎莉，他们
都是奈美西斯，但他们是两个存在，而且是完全自主的存在。在 4.4 版本中，莎莉已经完全隐身，代替出场的便是裂空。裂空对主角同样有着好感，有些人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你如果想着当你和莎莉在驿馆休息时，裂空同样也在房间里，就明白了。与我们一同冒险的不只有莎莉，裂空也一直在参与。如果说谁对主角最了解，裂空可以说是莎莉以外的第二人。裂空身上有着2大谜团，第一个是他为什么会有授权格索托斯的权限。在9域星幻塔启动的时候，裂空通过裂阵子抢先一步授权了元能反应堆，致使第3代石章系统延迟启动。在事后分锅的时候，说是裂阵子的协助，因为裂阵子和格索托斯都是超级计算机，一个是元能改造，一个是域能改造，本质上依旧是同源，所以也合乎逻辑。后来在9域决战计算朝姆坐标时，奈美西斯魂飞格索托斯同样说了一句话，确认对象，这些都说明他具有授权的能力。但他的权限是哪里来的？如果是海加德给的，当赦免天使奈美西斯出现后，就不该一个幕后人物都不出现，有人可能会猜测是艾达之子给的，那就太抬举贤者了。如果有这权限，他自己拥有不香吗？在这之前还有更早的一个伏笔，亚夏版本中，夏佐和贤者决裂，莎莉被带走。当我们救出他的时候，他曾说过很多人让他对着机器做什么。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在梦里看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的记忆正慢慢变得模糊，好像是一间大厅，大厅中间有一台机器，我还听到陌生人的声音，很多人，只要我靠近那台机器，那些声音就会在我脑海里响起。这里的机器就是时空装置，这说明贤者早在第3次回溯的时候就已经利用过他的授权能力。如果权限不是来自海加德，也不是来自艾达之子，可能性就只剩下一个，来自格索托斯。能佐证这一点的还有裂空身上的下一个谜团。在帕洛蒂的研究报告中，发现裂空和裂空体其实是同源的，这也不难发现，毕竟就连名字都是一样的。主角进入隔网之后，对虫子的称呼都是来自于帕洛蒂所说的异病毒体。只有隔网中的联邦称呼他们为裂空体，这说明裂空的名字来自大灾变前的知情人士。因为主线还未结局，目前知道裂空体称呼的只有4个群体。第一个是试图拯救现实世界，不断派遣军队进入超空间的联邦政府；第二个是监视着联邦行动，期待组织降临的7圣徒；第3个是以陶德家族为代表，无孔不入的百年世家；第4个看似为工具人，实则有独立意识的格索托斯。不仅什么都没查到，反倒差点被一个 ID 叫格索托斯的人追踪出我的信息。能同时给予授权权限又能命名的存在，只有格索托斯。当然，这只是现阶段的推测，不排除之后有更加符合的选项。综合以上，不难发现有一条有意思的线索，无论是安托利亚还是裂空，都和格索托斯脱不开干系。而且刚巧，在剧情中两人的关系就很不一般，这会是赤裸裸的暗示吗？住手，安托利亚！你要是动他，下次再遇到要塞级裂空体，我可不会帮你们了。别啊，我们难道不是目标一致、合作默契吗？而且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能让你这么护着他？小空，你不准这么叫我，只有莎莉和他可以。除了以上信息，新版本剧情的烧脑程度堪称历史之最。我们来看看台词就明白了。第一处是关于授权者的描述，注意，安托利亚说的是隔网的授权者，隔网的全称是格索托斯网络世界，隔网肯定是在大灾变之后才出现的。这说明他虽然是隔网中的人，但知道的内容已经囊括了大灾变后的历史。同样符合这一点的还有后面对艾达之子的描述，由此可以看出安托利亚的时间线与隔网是不符的。再来听听下一句，安托利亚对自己处于超空间的时间描述是太久了。可我们知道，第一次时空回溯是发生在2661年，主角进入底层世界的隔网时间是公元2664年，只不过才过去了3年时间。3年时间足以让人快忘了吗？那我们可以看看少战其他人的话，无论是2642年的生日，还是2662年进入超空间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唯独安托利亚是个例外，为什么只有他会觉得时间过去了很久？这里有2个可能，第一个是时间流速不一样，但这样的话，别人应该也会觉得过去了
非常久。而且从剧情表现来看，底层世界的时间和表层世界的时间比例是同步的。第二个可能就是只有它是独特的，就像小峰刚开始分析的一样，安托利亚才是格网版本中的真主角。我们都知道，格网在帕罗蒂的认知之中应该是类似于影像的东西，它模拟复刻了过去的亚夏。在主角进来之前，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播放单曲循环。但倘若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另类呢？它不会随着格网的消失而消失，也不会随着格网的诞生而出现。它的存在就只是为了一个使命，寻找一个可以终结循环的人。在无数次的循环中，他每次都会扮演着同一个角色——联邦指挥官安托利亚，每一次都重复着同一件事情。在第一次时空回溯的时候，通过门进入超空间对抗裂空体，然后在每一次的大灾变后，随着格网的重来，再次重复一遍。轮回了多少次，他已经记不清；杀了多少裂空体，他也记不清。他只知道，无论多少次的重来，都无法真正拯救这个世界。一直到主角到来的这个循环，一直到他遇到了可以往返表里世界的人，一直到终于可以把手中的徽章托付给另一个人。从这个思路来看，无论是知晓一切的安托利亚，亦或是来此帮忙的裂空，都是格索托斯留下的手段。这一切都是格索托斯布的局。可上次我并没有操纵控制它，裂空触碰过控制它。控制它用于对格网系统功能的修改和维护，不当的修改也可能伤害格网。去控制它，我会教你输入维护系统的指令。好复杂的控制面板。别紧张，按照我的指引，只要通过面板输入对应的指令就够了。可是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？从目前的发展来看，安托利亚和裂空的目标都是为了除掉裂空体。在格网版本中，我们得知了异化瘟疫的真相，不是因为元能辐射，而是由于超空间中裂空体的影响。倘若格网复刻的是真正历史，那么现实中同样存在着超空间，亚夏的异化一刻也没有停息，说明裂空体同样存在。这样格索托斯的目的就明确了，为了寻找对付裂空体的手段。只是作为 AI 的格索托斯，真的会为了人类考虑至此吗？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，从利益上去分析，这样就能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假设，这也是一些小伙伴的想法。格网的超空间和现实中的超空间能不能连通呢？按照这个思路，有些问题就想不通了。为什么格网中演化的病毒竟然让格索托斯宕机了？为什么反派会派人前往格索托斯？因为假病毒成了真的裂空体。七圣徒希望主的降临，但从大灾变后的表现来看，反派的目的也没有达成。格索托斯源自尤格索托斯，意为门之月，反派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可能，于是格索托斯为了自救，留下了安托利亚和裂空的手段，直到这一刻真的到来。这样格网中对付的就已经不是异病毒体，而是从现实的超空间中转移到格网超空间的真裂空体。拯救格网也就不只是拯救虚拟世界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旦失败，裂空体就可能借由格网作为跳板，再次对现实世界产生冲击，成为威胁整个世界的大危机。很好，这下就符合幻塔的末日观了。不过先别激动，咱们说了不算，剧情怎么发展还得看策划怎么写。不过现在格网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复杂了，联邦为了拯救世界孤身赴死，反派为了主的降临暗中谋划，格索托斯为了自救拼命杀毒，还有研究元能的海加德一直闯祸，百年世家也在其中谋求着利益。主角拯救莎莉这一行动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第二次时空回溯，超空间门的开启，神秘的主之降临，一切都让我们静待后续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